直到男人们亲眼看见村庄里的妇女和孩童被掠夺者屠杀，他们才相信了我的警告。盯着那些支离破碎的躯体，他们爆发出狂怒。队长，有人嘶哑地喊道，你说艾米莉亚在撒谎，说我们应该保护你和克洛伊，给她过生日。现在我儿子死了，我妻子在哪儿？罗根的脸色变得惨白。我目睹着这场血腥，泪水滑落。上一世，当掠夺者来袭时，我的丈夫，这座岛屿的守卫队长，带走了所有男人去庆祝克洛伊的生日。怀着身孕的我，从排水管道爬出去找他们回来。但克洛伊被一个流窜的掠夺者杀害了。追杀完掠夺者后，罗根什么也没说，直到我分娩那天。然后他残忍地折磨我，把我扔进了海里。他嘶声道，是出于嫉妒引来了掠夺者。既然你想要他的命运，我就让你死得像他一样。当我再次醒来，我回到了掠夺者袭击开始的时候。这一次，如果他想保护他，就随他吧。重生后，我看着那些载满掠夺者的快艇逼近海岸，一阵寒意掠过我的脊背，但我没有犹豫。我拉响了警报，刺耳的警报声迅速响彻整个岛屿。但岛上唯一那艘能疏散所有妇女儿童的大型运输船不见了。我最好的朋友跌跌撞撞地朝我跑来，声音哽咽带泪。艾米莉亚，掠夺者打来了。男人们都去哪儿了？渡轮也不见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其他妇女和儿童就围拢过来，他们眼中充满无助和恐惧，紧紧盯着我。作为唯一真正知情的人，我必须告诉他们。罗根带走了所有男人和所有武器，开着运输船到公海上给克洛伊庆祝生日去了。我的婆婆疯狂地咒骂起来，怒不可遏。她疯了吗？她知道掠夺者随时可能袭击避风港，居然还敢带走所有男人。她吐出克洛伊的名字，像吐出毒液一样。那个蛊惑人的狐狸精，我早就说她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总是装柔弱，勾引男人。现在看看，他是想把我们都害死吗？他的崩溃像是打开了一个开关，其他女人也瞬间爆发，尖叫着辱骂克洛伊不知廉耻，勾走了他们的男人。他们骂着的时候，掠夺者的快艇已近在咫尺，恐慌加剧。我努力保持镇定，告诉大家不要慌，前往地下庇护隧道。我们这座与世隔绝的岛屿是掠夺者频繁攻击的目标。为了保护自己，我们修建了地下掩体网络来抵御袭击。狭窄的庇护隧道里挤满了妇女儿童，听着掠夺者们在上方搜寻女人时发出的残忍笑声。一阵冰冷的恐惧席卷了每个人。要救所有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冒险爬出与隧道相连的排水管道，然后驾驶摩托艇去搬救兵。我婆婆抓住我的手，她粗糙的手掌冰凉，全是冷汗。艾米莉亚，所有妇女儿童的安危就靠你了，你必须把救兵带回来。我挤出一丝苦笑，脸上写满了不情愿。我告诉他，就算我去了，罗根恐怕也不会跟我回来。听我这么说，一片死寂笼罩了众人。自从3个月前罗根救下克洛伊并将她带回岛上，他就如影随形地跟在她身边。以照顾她为名，罗根每天和她形影不离，一起钓鱼，一起训练。就连岛民们也私下议论，说他俩看起来更像是一对。然而，面对调侃，罗根不但不避嫌，反而和克洛伊举止越发亲密。为这事我和他吵过无数次，质问他到底谁才是他的妻子。但他总是无动于衷，反而指责我小气、善妒。我们的感情早在克洛伊到来时就消耗殆尽了。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时，我的小姑子罗斯站了出来。让我去吧，岛上的守卫我都认识，而且艾米莉亚还怀着孕，万一她有个3长2短，我都没法跟我哥交代。说完，他一头扎进了排水管道，在潮湿肮脏的管道里向外爬去。我们挤在庇护隧道里，心中祈祷不要被发现。但这时，一个眼尖的掠夺者发现了隧道入口。这里有扇铁门，我打赌女人都躲在里面。我就知道，这么大的岛怎么可能一个女人都没有？
我在海上漂了半年，做梦都想女人，这次一定要玩个够。想到里面藏着的女人，掠夺者们疯狂地砸起铁门。听着门外疯狂而沉重的撞击声，女人们的脸一片惨白，她们的心因恐惧狂跳，只能祈祷男人们快点回来救她们。大约半小时后，我的小姑子罗斯满身污秽地从排水管道爬了回来。看到她，大家立刻欢呼起来，以为她带回了男人们。但令人绝望的是，罗斯只是开始抹眼泪，脸上写满了痛苦。对不起，他们不肯跟我回来。我婆婆焦急地追问，他们为什么不肯回来？他们的老婆孩子可都在这儿啊。听到这话，罗斯的眼泪流得更凶了。他咬着嘴唇。我哥说我在撒谎。他说掠夺者不可能突然袭击我们渔村。他还说艾米莉亚和我串通好了骗他，还打了我一巴掌。看到罗斯脸上的红印，大家开始痛骂克洛伊是狐狸精。他们也诅咒罗根玩忽职守，为了一个女人弃大家的安危于不顾。就在这时，一声雷鸣般的巨响传来，掠夺者开始用炸药了。庇护隧道的铁门最多还能撑1个小时。我安慰着女人们，告诉她们最近的石水岛只有20分钟路程，我可以去那里搬救兵。我婆婆紧紧抓着我的手臂，她粗糙的手掌冰凉，全是冷汗。艾米莉亚，所有妇女儿童的安危就靠你了，你必须把救兵带回来。我点点头，然后忍着令人作呕的恶臭，拖着笨重的运肚，在排水管道中艰难爬行，直到重见天日。我骑上一艘备用的摩托艇，朝着最近的石水岛疾驰而去。当我的摩托艇冲上石水岛的海滩时，我发现几名持枪男子已经等在那里。认出他们，我瞪大了眼睛。那是我们岛守卫队的副队长布兰登·海耶斯。他不是和罗根一起出海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不及细想。我踉跄着朝他跑去，正要告诉他掠夺者袭击的事，他却突然抓住我的手臂，把我从摩托艇上拽下来，眼神充满厌恶。艾米莉亚·万斯，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女人？我看着他，茫然不解。队长特意派我在这里等你。他说你为了争风吃醋，会串通罗斯在其他岛上散播我们村被掠夺者袭击的谣言，就为了破坏克洛伊的生日庆祝会。听着布兰登的话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罗根的心真是狠毒，为了不让我找到他，他居然派人堵在我搬救兵的必经之路上。我急切地告诉布兰登，掠夺者已经对避风港发动了袭击。我不是来散播谣言的，我是来求救的。如果1个小时内找不到援兵击退掠夺者，所有人都会没命。或许是我坚决的神情让他动摇了，他眼中闪过一丝犹豫。毕竟，他的妻子、孩子和母亲也都在岛上。就在布兰登准备用通讯器联系罗根时，一个队员凑过来低声说，要是真有掠夺者袭击，队长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脸上带着对罗根近乎虔诚的信任。罗根当过兵，拥有卓越的战术直觉和组织能力。他曾带领岛民击退过几10次掠夺者的袭击。沉默不到1秒，布兰登突然放声大笑。艾米莉亚，你真是个演技派，我差点就信了你的鬼话。我比谁都了解队长，他那么有责任心，是岛守卫队的领袖，怎么可能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？他的嘲讽让我的心揪成一团，泪水刺痛了眼眶。每浪费1分1秒，女人们就多1分危险。我不顾一切，试图冲回岛上去，但下一秒，布兰登动作更快，一把将我按住，然后他掏出绳子，把我捆了个结实。有我在，你今天哪儿也别想去。布兰登脸色阴沉，确认我绑牢后，他直接把我扔进了一艘快艇。快艇破浪前行，我看着近在咫尺却越来越小的石水岛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